欢迎来到谁是延吉人最想吃饭的哥哥竞选现场。下面我们有请8位候选人闪亮登场。第一位有请关怀备至的爹系男神唐建军。一张好嘴走天下，体力满格，每日锻炼唇齿的力量，有着所有吃货羡慕的好口齿和极佳的饭桌沟通能力。好，我们第2位有请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载的可爱老男孩王小利。车轱辘见他都爆胎。他总能用笑容感染周围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欢声笑语不间断。快点，快点，不勒你，快点，你别来，来。他是离不开我了，看出来了啊！一时不见我，他浑身难受。我们第3位出场的是我们帅气逼人的反转男人文松。哎，在纯爷们儿和搞笑男中反复横跳，随时都能给人期待和惊喜。下一秒和他吃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刺激！我这手啊！我们第4位有请的是小身材、蕴含大能量的精华男人周云鹏。他总能用独特的视角发现不一样的世界。哇！好，我们的第5位出场的是辽宁艺术团脑性男的代表杨树林儿。他的包容是各路吃货最好的港湾。睿智的他总能科普一堆山珍海味的知识和饮食中的智慧。谢谢。哎，你走道咋像顺拐似的呢？下台阶。我走道顺拐，我啥都顺拐呀。我这破玩意儿还用带吗？带着显年轻啊！啊？你带上显年轻啊！我呀，那可不。好吧。带着就感觉像延边大学。咱一看就是辽宁民间艺术团的，是不？那意思。你这整那玩意儿。好，第6位出场的是看似不可一世，实则心思细腻的大男孩田娃。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Come on, let's go.
深藏不露的他拥有18般技艺，唱跳、rap、街舞、唢呐、快板都不在话下，哪里有局哪里就是娃哥的主场。Just keep it real 好，最后一位我们走来的是快乐的象征王小虎。眼角的褶子代表他对生活的思考和热爱，有他的聚会从不会醉，有他的生活永不会累。太狠了啊！谢谢。哎呦，太好了，你说呀？我说太狠了，太狠了。导演好啊，怎么样？回去家庭还好吗？家庭还行，我咋这么完蛋呢？你说实话，我回去第一时间我上医院去了。这节目放着，我媳妇看着都得给我离婚都。挺稳定，挺稳定，挺稳定。我们跟所有的现场延边大学同学们打个招呼吧。啊，好，同学们好，大家好，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好，延吉是一个幸福感指数非常高的城市，这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延吉也被吃货们称为吃货们的游乐场，所以今天我们将以在热爱美食人中开展一场民间的异乡的调查，探寻延吉人民想一起吃饭的哥哥到底是谁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美食特辑。今天你们7位就是延吉最想一起吃饭哥哥的候选人啊！前2天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你们7个人有一个排行榜，我们在路上做了一些水彩，把板子立在那儿，大家给你们贴星星什么的，有一个排行榜出来，就是现在已经有了1到7名。其实本来呢还有一个人呢，但那位呢人气实在过于高了一点，所以我们就把他拿掉了啊。不是，让他去吃去，俺们哥几个单独吃。对，你分开就完了。那来的是男的，是女的？这不都零更新吗？你这演的也太假了！你刚才你搁车上还跟一起唠嗑呢，下来是男的是女的呀？第1期我就说你们净整那些假到了假事儿，没用。真人秀你别老演，你能不能别揭穿？关键你演那个玩意儿太假了。今天我们的大规则其实就是通过线索推出来你们所在的排名。这么个意思。就比如说娃哥，你觉得你是第1名，到时候你就选择你站在1那个位置就好了，只要对了，你今天就能拿到1颗金星。每完成一次任务，然后排名靠前的人可以拿到线索，到时候你们根据你们想了解的这个排名的线索推出这个人是谁。哎，那我问一下导演，比方说你站第1可以，那如果我是第2，我就站到第2的，也站对了，给不给戏？当然给啊，就是你如果认为你是第2，你站在2这个位置上。你为什么选2呢？因为你是2。不是，你老上2那块干啥去呢？好，同时呢，今天在下午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当中，我们惊叹俱乐部联合微博发起了延吉美食票选，上榜的美食有延吉冷面、石锅拌饭、酱汤、生鸡汤、土豆脊骨汤、火辣鸡爪和炸酱面。如果你们在最后的环节能猜出美食的第1名是什么的话，一样也有巨大惊喜给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欢迎今日的新晋惊叹俱乐部社员，她被称为9亿少女的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林更新，有请。
太多人了。哎，不好意思了。来来，我在边上，我在边上，别，来，我在这，我在这。他说你是9亿少女的梦啊！别，后来树林说了，我们是9亿少女的噩梦啊！哪好意思？好，我们欢迎更新今天作为我们新进的惊叹社员啊。今天呢，你是不参与我们的这个最想一起吃饭的哥哥的票选的啊。但是呢，你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你应该知道了吧？我知道。好的，这个任务我们反正在最后这期结束的时候会揭晓啊。一会儿能告诉我们。一会儿上车就告诉你们。上车就告诉你，咱们关系好。我们只不过不当着机器面说啊，就跟第1期一样呗，把活儿刨了呗。哎呀，后面半面就录不下去了嘛。也不用录了。一会儿拉个群里面跟你们说。好，接下来我们就前往今天的第一个考验地方——延边大学体育馆。体育馆，好吧。惊叹俱乐部，哇！上车，出发！里个啷个儿，啷个隆啊！更新，你什么任务？跟哥说一下。我任务非常简单啊，反正我这任务吧也没什么好完成的，对我来猜一些东西啊，这很简单，完事也是帮助你们更好获得什么玩意儿？不是，他刚才说的是帮我们获得一些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就获得我们这些玩意儿。你们想要的玩意儿？更新呢，就是跟咱们一在一起呀，瞬间东北话就出来了。要不然我也中。啊，他是没有啥偶像包袱的人。对，因为够即使帅。他长得挺帅，但是你跟我们在一起啊，你偶像不起来。就我们这些，就是这帮人的颜值把你拉的啥也不是。不是，你说这话没用了。其实为啥文松这阵话多了？因为他没来之前，文松在咱这。你要没来之前，就这几个人让我评的都服服帖帖的。你那颜值方面，那基本就全拿捏了。你一来完了，我这卡了。导演组应该设计文松跟他一起走，是吧？一看矮半截，到林克心腰呢。你别老笑话人，你也没高哪去。我怎么没高哪去？你高哪去？你高哪去了？1.75米，怎么不比你们高啊？你上一边去。本节目由修护屏障滋润保湿的999修护身体乳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银鹭好周到行业赞助播出。五谷营养好周到。到了呗？到了。哎呦我呀，大学体育馆多好！人比赛呢，这啥球啊？哦，一个人打出去接住，有点排球的意思，我总觉得。哎，这个球我还头一次见到呢。啊，晃他一下子，看着没？对，太厉害了。咱们下去，兄弟，走。这边呢，我们是延边大学的毽球社团，是这个学校活力和热血的代表。他们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征世界杯。哎呀，他们曾在2016年香港国际 Kimbo 公开赛中打败了来自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20多支队伍，荣获冠军。这是延大毽球社团代表中国夺得的第一个世界级的冠军奖杯。太厉害！嘎嘎一嘎。毽球在延吉的全民参与度非常高，各个年龄层的人都热衷于参加这项运动。为了各位候选人能够活力满满，保持对生活的热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美食的考验之旅之前，学习一下毽球，做一下热身，同时做一下饭前的准备。理解你了，终于理解你。你为了我们一会儿多吃点，然后让我们先锻炼锻炼，是吧？对，你早饭吃了吗？吃了。啊，好的啊。那现在呢，哥哥们去换一下衣服。好，来吧，哎。
这出场咱气势不能输，不能背手出场啊！对，他就运动员，对，你这个气势像裁判，气势像裁判。这个好啊。不是他是啥呀？他这像啥来前面一站呢？我那气质就是教练。你像女子队的。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全教练和孙教练带领大家各位嘉宾和社员们一起进行训练。全俄男教练，国际毽球联盟3级裁判，中国毽球国家队总教练，曾带领延边大学学校学生和毕业生组成的中国代表队征战历届毽球世界锦标赛和亚洲锦标赛，并取得佳绩。毽球运动是由全勇男教练于2010年首次引入到延边大学，并开始在中国普及推广的。创始人呢？哎呀，必须得认识。接下来介绍我们这位女教练孙晓涵教练，现任延边大学毽球运动协会指导老师，国际联盟3级裁判，多次作为主力队员代表中国队对外比赛，并取得佳绩。好，哎呀，可以，对吧？哎呀，我们今天就有请全教练和孙教练对大家进行一个热身和训练，好吧？好，各位早上好。然后今天我们训练之前，我们先简单的热个身。好，热个身，往后我们再比赛。哇，好，全听教练安排。那么现在我们先整个圆圈儿。整一个，来整一个，整俩也行，来整一个，整一个圆圈来。好，大家可以稍微我们往前摆一下臂，然后往前跑一下。对，这么开肩，一定要开肩。这回的话左右，很高兴左右。好，现在开始大家交叉移动。好，跳得相当有水平。哎呦我，田娃，你这跳的费劲呢，那个太漂亮了。哎，慢点，我跟不上，慢点啊！好，下面我们加一个环节。现在我们要2次侧身跑，侧身跑的时候我会喊数字的。我喊5的话，5个人在一起；如果6的话，6个人在一起。如果没被选上的话，到前面带一个热身操。好，准备。小垫步，好，七个，来俩，哎，够吗？够了。来，正好。几个人？多了。哎呀，多了。完了，8个了。多了。完了，8个了。没事，蹲下，看好啊。蹲下了。哎呀，多一个吧，我再查一下。7个。完了。哎呀，完了！你得出来了。出来带一下热身操。我咋做，你们咋做呗？对，来。 1、2、3、4、5、6、7、8，继续来。好，那么下一个我们稍微加一个游戏环节请到那儿站一排。好，很好。 然后现在毽球当中我们经常用脚，我们想练一下大家的脚感啊。足球的垫球知道吧？知道。好，然后我把球扔到里边，他们用脚垫球，然后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协同，然后大家一起动啊。10次为目标，没有达到10次的我们就失败。好嘞，我相信我们不超过2下。不要失败，我们得吃饭呢，对吧？来，对。好，准备，来，1、2，喂，往后来，2、3、4、5、6、喂7、 ，Go， 8、全部投球呗。 9、10。
我来，我来，我来。11，继续转，12，停。戴眼行，过了。我们好像没有脚一样，就是头没有脚，没有脚。好，那么我们下边要进行比赛。哎呀，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毽球。毽球的话，这个各位看到了，这个直径大概会有多少1.2米。哎呀，您记得太好了，一下蒙对了。然后这个重量有多少？还给大家一次机会，重量重量1斤2两，不对，2斤。对，哎呀，这回您答对了，哎呀。哎，但教练，我想问，他俩搭上这些东西是不是没有什么用？是不是一点用也没有？您答对了。这个球的话，一般是世界上目前我知道的球类运动当中，它应该是最大的球类运动。然后还有一个是跟其他运动稍微不一样的是3个队一起比赛。然后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规则。3个人吃的时候，打出去的时候必须4个人都得碰。比赛当中我们通常3个队一起比，所以必须得喊口号。警探黑队，黑队，人家接到的话，他们重新再回球。警探黑队。好，他们没接到了，那样的话他们得分。但凡接不到都得分。对。接球时候稍微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有几个。有可能2个人碰的话，非常危险。就接住他。对，接住。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发球，2种发球，握手的这种感觉，用一下我的惯性最好。还有一个是我可以推，都可以的。比赛当中的话，我不能直接往下砸，这不行，平行或者是往上走，超过1.8米。明白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由全老师跟孙老师一起挑选出其中你们2位作为队长。还是女士优先吧，你先挑一下吧。唐建军同学。哎呀，唐建同学，你怎么选的？他就是招的欢，他不见得打的好。那样的话，王小丽同学。好，然后现在我们给他戴上。哇，队长箍，队长，那我可以挑队员吗？对，你俩石头剪刀布，就一下呗。石头剪子布。好，您可以挑。娃子。哎呀，更新，来，体质弱的有点让人笑话了。是不？咱试一会儿，他试一会儿的。对，这对吧？这找面子，可以干，可以不？可以啊。直接把他俩队长架空。树林。没事。哎，你看看，咱俩没人要。云鹏，小伙来，咱这个头挺平均啊，来，咱这个头。然后我们一个是烤肉队，一个是冷面队。来，我们说一下规则啊，一共是7分。然后呢，这一次我们烤肉队和冷面队哪一队获得了胜利，每个人会获得1条线索，好吧？好吧。好嘞。好，那么选手上场，加油！加油！当的冷当当。好，2个人，你俩石头剪刀布，选择发球权。石头剪刀布，咱发球。冷面队发球。加油！来，发球。然后我们站哪儿啊？等会儿，往前站点。等一会儿。好，准备在哪儿？开始。不是，往哪儿打呀？什么呀？烤肉队到。球落地。好，球落地。不是，他往哪儿打都行啊。对。
哎，我们开始准备发球了。哎，你举着，你让更新打，更新有劲儿。那你行，你打，你打。裁判吹往后啊。低点，低点，再低点，对。啊！哎呀妈呀！哎呀妈呀！漂亮，落地了，落地了，落地了，哎，落地了，落地了！呀呀呀呀呀！不是你打球行，你干嘛给我身上跨过去的？靠，没喊口号，靠，没喊口号，哎，没喊口号，没喊口号，无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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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没喊口号，忘了。听我说，听我说，他发出来的时候，如果说咱们有人接住球，我们人马上冲过去，马上给打球，马上冲过去把球。他们已经领略到快球的精髓了。我来一个，我来一个。惊叹冷面队准备好啊！哎，接住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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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别停！别停！啊！出界了！出界了！出界了！冷！哎，1-1平。球势高点，球势高点。来来来，蹲下蹲下呀！球势高点，对，口号。烤肉队。好球！接住！接住！啊！出界了！好，球出界了。耶！准备防守，快快快，4个角分开，往高了挑。好，你得不能让他们知道你往哪打，你得给这跑，你得转，你得围着转。行，来来，你转来，出来。哎，你先喊口号啊！口号记住啊！惊叹冷面队。喊！这边没人了。惊叹冷面。对。哎，完了，距离不够，绝对有1.8米，绝对有。你能有弧线，你直接下扣的。对。冷面队加1分，加1分。好，来，我来吧。惊叹冷面队，接住漂亮，好球，漂亮，我来打，惊叹烤肉，接住！哦，好球！蹲下！惊叹冷面队，漂亮，跑回去，惊叹烤肉，来，惊叹冷面队。好球！上铃啊！上铃的惊叹烤肉队，掉地了，4-1，裁判暂停。烤肉队提出了暂停。现在告诉一下啊，就是我们首先得注意一下口号，然后就是还是以球为中心，然后一直保持这个状态。然后我们打球的时候，我们可以打他的这个手臂的右边或者左边。关键我们得能打到那儿。哥哥们轻轻推就行。对，我们打球的时候看一下他们哪个地方没有人，或者是谁和谁之间的空隙大了，往那儿打。对，往那儿打啊，对，往那儿打就可以了。打得挺好，但是现在还是往人身上打，可以绕一下啊。比如说咱家的中心位置的情况，跑那转过来，啪呀，他转过来往后打，对，绕一下。再一个，你发现你就别有扣的那个感觉就行，你平的你就放心吧。好厉害呀！1、2、3，加油！1、2、3，加油！好，烤肉准备，来，我来一下。平打啊！惊叹冷面，对，踢，抬，好，界外了，对，好，准备，天往那边，烤肉队，烤肉，接住，上，好，惊叹冷面队，漂亮，哎，等一下，惊叹烤肉，漂亮，球落地，说你来的正是时候，要不然不碰上球不算呢。好了，来吧，防守了，防守，
惊叹冷面队，漂亮！还得是更新的，还得是你呀！惊叹冷面。等一下，好，您刚才喊什么了？喊错了，口号喊错了，烤肉队再加1分。好，加1分。惊叹冷面队。刚才是向下打了，冷面队加分。烤肉队发球，云鹏一定平推啊，或者往上啊。发一个。往这边。惊叹。惊叹冷面队。接住！好，漂亮！快！惊叹烤肉队！回防，位置自己的位置。惊叹冷面队。对，再转。出界！哎呀！接内，接内，对，接内。这哪瓜我顶的，成功一样了。漂亮！对，不好意思，插头上了啊。没事。咱们，我们还是赛一点。哎，快点！咱得防守啊！来，三哥，来，别着急，慢慢来，别着急，咱们领先。好，准备。打招。惊叹烤肉队。漂亮！好球！回防！看冷面队。漂亮！哇！有！哇！我这惊叹烤肉！哎，快！惊叹烤肉！冷面！哎，不接了，说错了。我告诉你，冷面的，你还整个烤肉，整懵了。没想到，咱们是靠这赢的。哎，来，协商。好，下面我来公布比赛成绩：烤肉队5分，冷面队7分。本次比赛胜对冷面队。这啥呀？梅西颁奖了吗？没看出任何梅西的影子。我看你们好像山景动人。好，我们最后大家感谢一下我们的延边大学毽球社团的2位教练和同学们吧。感谢。谢谢，辛苦了。惊叹之后，树林啊，我这个皮肤本来就粗糙干燥，你看这一出汗还红了。你这啊是屏障受损了。哎，你看，999修护身体乳。哎，你抹上点。哎，我告诉你啊，我皮肤过敏。哎呀，敏感肌适用，质地轻薄，清爽的很。这管送给你了，来吧，够意思。仅在15秒内找到卧底。燕麦仁、母菊花，它们暗示水润保湿的肌肤；积雪草、神经酰胺，它们暗示修护皮肤屏障，抵御外部刺激，呵护受损组织。所以谁的肌肤水润柔嫩，谁就是卧底。
漏了什么？他们都很温和，换季皮肤容易出现敏感问题，所以卧底就是你。999修复身体乳，修复屏障，肌肤水润，敏感肌适用，让你的肌肤一直美下去。好，我们的毽球比赛分出了个结果嘛，获胜的这一队每人可以获得一条线索。等会儿你们一个一个进去，里面会有1、2、3、4、5、6、7的盒子。你想了解第3名的线索的话，你就可以从第3名的盒子里面掏他的线索出来看。走吧，我先去，直奔底。他的发量让人羡慕，这里边谁发量？周云鹏发量肯定是比我厚了，文松发量也厚，剩下那就还有啥有发量的了？没有啊。虎哥基本上，哎呀，虎哥发量也行，那就能排除的是刘能。3个去吧。那我都去，我掏啥呀？好吧。今年已经有他参演过的新电影、电视剧上线，那我知道谁了。红哥去啊，娃哥没去吗？可以一起去，我一起去吧。一起去完了好分析。你来，你看我，你掏的第几个箱？我掏第1个。第1个写的什么？你那写的啥？我掏最后一个是发量比较让人羡慕，肯定不是你。我掏那个就是谁演过电影，今年的。我都告诉你了，我可是真的啊！你别套我了，我全告诉你。你也来一起了？他说一起了，那就掏一个得了呗。我想看看第1是谁。你上看我看你表情啊。掏一个啊！准保他们都掏的第1，那谁不想看第1呀？那你拿来看一起看呀，分享一下子呀。啊？那分享一下子一伙的。那你先掏出来呀。我不得看完你我才掏。你再掏第1。你看你就你这种人。他的腰围不超过100厘米，那我掏个第7呗。你掏第1呀？为啥？你都掏着第1的了，我还为啥要掏第1呀？还有呢，那里那都一样的。他的名字当中没有，这个应该是我呀，我第7呀，就是最不想跟我吃饭，他们那帮人投票，废了。废啥呀？我知道你是第几个，我拿第7号啊，你是排的最后边的，就是都不想跟你吃饭。然后那个很明显是你，为啥呢？因为那上写的，这个人的名字中有3个木字。我抽的也是最后一个呀。啊，你是写的啥？我抽的这个人的发量很让人羡慕。你刚才抽几啊？7呀。你也7啊？7有2个线索吗？里边好几张呢，好几个呢。你是啥？就是他的名字中有3个木字。他说的话不一定准啊。他说的不一定准。你骗我没有意义。对，我知道，我也参与到这个当中。我没骗，对吧？不能骗我。没骗。你抽几号吧？我抽的1号箱，你也是1号箱，那咱俩这个对上了。你俩是啥呀？能分享一下吗？我是今天谁排的？那不能分，他是捣乱的。我捣什么了？我来一期，我能捣乱？不是你分享给我有用，你能有啥用？这下不信了，我来干啥来的？有用。我来干，我是守护你们的，我还记得我的名呢。今天我将拥有一个隐藏的任务，成为哥哥们的守护天使。哎呦，若你能在录制最后一个环节时猜中其他7位哥哥的实际排名，则可以帮助他们每人获得1颗金星。你7号啊？对呀。发量让人羡慕。分享呗，有用，真有用，真有用。你看那第1啊，是吧？看第1啊。啥线索？抽的啊。就是看谁的个儿大，关键是啥玩意儿？这啥线索？看谁的个儿大。对呀。你比如说，我们都共同分享，对吧？都把这7个位置都知道了，我们站的都准了，不就每人都得1颗星吗？对呀，所以说得分享啊，告诉我们呢。我跟你说，分享对你要给我分享，对于你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对呀，肯定是。那我给你分享了吗？啥第1？那个个头超过1.70米。我那肯定说的是准的啊！我抽的第7个箱子，上面写的是他的发量很让人羡慕。第一直观的讲，谁发量最重？那文松呗。
这不准，这发量这玩意儿你查不了啊。那这东西是什么呢？是角度问题。如果是他看待广坤的话，那他还感觉他发量还挺多。哎，我一点不羡慕。但是比如说还不如没有呢，咱几个还不如没有呢。大家肚子应该也比较饿了，接下来我们采取一种方式来吃你们的午餐，叫做拼感情。我们2个人一组，2两一组，手心手背呗。来，手背分就来了，手心手背。1、2、3、4，我们4个分来，手心手背，这完事儿了。咱俩行。怎么样去找我们延吉的市民拼感情呢？我们有4个信封，应该相当于要饭吧。午餐获取方法：和你的搭档一起去蹭饭，不能被认出来并被叫出名字，否则另寻他处。蹭饭场景要求同桌吃饭的人，他们的感情关系超过5年。咱们是吗？我们这个跟一样的。然后这个寻找校外出租车司机的饭桌是不？对的，3人以上。我们那个蹭饭场景要求受邀人数需要40人以上，在桌上吃饭的人受到了祝福。4人以上，你找个婚礼现场，就是婚宴啥的。今儿礼拜几有婚宴没？40人你太难找了。90分钟后，需要在延川雪冰咖啡公园店集合。祝你们今日午饭在他人的帮助下吃得更好。好吧，那就出发吧。咱们出发吧，走啊！这去哪儿啊？太难了，咱俩这太难了啊！太难了。咱这是人数是吧？对呀，人数限制太难了。40人，40人吃饭，咱说学校食堂吃不了，校门口最好。大学生们又不认识你的，就算咱找到40人，谁说林更新完了，这任务就失败了。对啊，咱们还得换地儿。是吧？得找一个什么呢？我认为老年活动中心之类的。那搁哪吃饭呢？敬老院啥的。敬老院咱不适合去打扰，对吧？那咱俩直接去下个地点吧，什么冰什么咖啡等他们吗？不是，我先问问行不行啊？我的呀，龙哥是这样，我们现在接到个任务，今天这种感觉有没有那个结婚的啦？什么同学会了，或者是你有没有？你帮我打听哪有没有那种局儿？就只能找过生了，结婚这个日子肯定是没有的。凯罗斯就挺大。走吧。欢迎光临。你好，餐厅在几楼啊？3楼。最大的餐厅。3楼。3楼。好，谢谢。这人过生日呢。吃完了。完了。去别的厅看。这儿周岁宴。哎，这人也不够啊！这人不够都完事儿了。你们在做什么？啊？别打扰那个里面坐啊！好，别打扰里面那个坐。好。那算了呗，不录了，拒绝了，走了。你看，没等咱们进去，给咱们撵出来了，不要打扰人家。哎呀，听我的，娃哥，直接就下一个任务点，就不弄了。没辙呀，折腾上哪儿去啊？哎呀，有点难整，就难整。我还得不认得你，我还得请你吃饭。我现在非常积极，我想完成任务，我想抽奖。这小子，我发现你是不是我带有啥任务是吧？你就搁这一个劲儿要张罗去下一个点儿，你啥意思啊？啊？走吧，那哎，去哪儿？你是不是让我说中了？我没有。那你这样，你告诉哥你的我的身份啊。守护天使，你就现在？哎，他们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啊，更新，哎，要我说我们结盟吧。结啥盟啊？咱俩任务都不一样。你看任务，你们是得找40人。对呀，我们这也挺难，我们找3个出租车司机跟我们一起吃，而且你这个点人家都跑着活呢，全都是在结盟也没用，结盟一块饿着吗？你说的意思哥？哎，来。怎的了？他不是在一伙的，咱不。你好，大哥。你好。哎，就是我们呢需要找到
3个出租车司机跟我们2个一起吃个饭啊。你们这个同行啊，在一起吃饭的这个点儿啊、据点什么的有没有？有是有，但是那会儿可能太什么。没事呢，没事，没事，我们就没事的。对，我们就是生活嘛。就生活，那行，那走吧，走，上车。哎呀，记住就不喊我们名就行啊。对，喊老弟就行。你就喊老弟。对，后边的喊他，后边这个。喂，你好，就是想咱一起吃点饭，难得呀。火了，2个了。哎，后边又来一个。你好，就是我们嘛录个节目完，想让你跟我们一起吃点饭。吃饭就上这家吃点饭。我不吃。啊，那行，那我们再找我啊。好，谢谢啊。不吃。好，谢谢。不行，他说啥不吃？哈哈，三哥呀！哎呦，三哥，对吧？你别喊他名字，这到时候打。对，哎，还是你好使啊！我刚才我说啥请他不吃？那对，你都是好哥们儿。给蹭饭啊，蹭饭，连你吃饭。对，啥都行。好，你们点菜。对，我点菜。看见没？都非常卫生。我们司机现在生活水平也上来了，你看见没？这菜。原来就到饭店稀里糊涂吃完以后就走了，现在我们也讲究生活质量。感谢党，感谢政府。哎呀，老大哥太好，开朗。以前我们单位团支部书记。是哦。哎呀，好，太好了，我勒个去！我们是端，太好了，谢谢。开席了！哎呀妈呀，开饭，来，尝尝。哎呀，这汤老鲜灵了。到延吉就到家了啊！太好了，谢谢。吃吧，多吃点。你看咱们北方人啊，你真正吃饭想吃饱干啥的，还是这种店儿，吃的实在，实惠嘛，实在。对，你们都属于成功人士，我们就谈不上，不给你们添麻烦。谈不上。但是今天跟我们吃饭，我们觉得很荣幸，是不是？谢谢大哥，谢谢大哥。社会上每行每业都需要人，对吧？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能做的呢，对吧？尽可能的给大家多拍点好作品，多给大家带来点欢乐，这是我们的这个职责所在。都是就选择这个行业，生活一样，都一样。其实人跟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这个什么之分。我永远是这么想。真的，你们负责还是多。咱们一共4伙啊，4伙，应该咱俩是最顺的。我估计现在他们还得有没吃上饭的呢。怎么整，咱俩都能吃着。那实在不行，咱俩自己吃呗。那也行，是不是？妥了。那个延吉冷面，对。是吗？哎，你好，老哥，你好，你好。是啊。哎，你们俩认识都几年了？我们俩认识几年了？我们俩认识2年，差不多。2年还不行？2年时间太短。哎呀。Hello 啊 ，Hello， 你们俩一起的啊？你俩认识多少年了？我俩认识。实话实说。30年。30多年了。哎呀，妥了。我俩呢没别的意思啊，就是咱们有缘。没吃呢吗？没吃呢。我俩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吃？可以。就是但是吧，我俩没带钱。没事。那就这么定了。哎呀，就坐这儿了。来，坐。我们这到这来蹭顿饭啊。行。你家哪儿的哥？长春。你看我就是乡里的。上那个啊，刚下高铁。就是旅游的了。没有，刚下高铁。孩子延边大学。对，刚才我们刚搁大学院里。对，他刚才给我发视频，但是远远的录了一下。哎呀。是不是就是想给孩子个惊喜呀？特意偷摸过来看孩子？没有，今天是孩子生日，我们是过来那个也没事过来看看，完了给他过生日。哎呀，哥跟嫂是同学吗？你俩是同学，真好。哎呀，认识30多年，那就是初中同学。哎呀，能看出来呀，你俩特别恩爱呀。还行。特别恩爱。就是特别是我嫂子啊，她那个眼神就看你哈，那充满了爱意啊。30多年了就没吸烟够，是不是嫂子？一瞅你眼神，哎呀，还行，还比别人强。就是70几年的人谈恋爱吧，我俩都79的，接触的现在东西也少，然后呢，说白了就非常了解。就我俩在一起，或者生人或者怎么样，他瞅我一眼，我基本上80%就知道他啥意思。哎呀，那就是默契。包括对孩子，包括对工作，包括对朋友，各方面，我俩就
人生观、世界观都挺像的，没有说因为就点小事啊，说记个这个。没有，我是啥呢？我看的是面相，因为啥呢？眉毛重的人重感情。好多人都说我眉毛，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第一，你这人很忠实。别唠了，看没眉毛啊！是你的护士啊，好像眉毛没了，你眉毛哪？你眉毛呢？我眉毛我压根儿没有。那你是不重感情啊？干啥呢这是？我刚才在高铁上看你视频，是吗？有缘有缘，哎呀，啊，总在电视上看，这把见着本人了。所以说，我告诉你，这一辈子可能住对面楼你都不带认识。对，要是有缘分的话，你就天南海北，不管搁哪就能碰，就能碰着。那咱们先碰一下吧，来，今天相见有缘啊，特别感谢二位盛情款待。没事，来日方长，他日呢必报，不是报仇啊。啊，对，我就怕你这个。很高兴，开心啊！好嘞，好嘞，好嘞，吃吧。这也吃不了了，这太。那你要看我吃，你真的害怕。我一顿2碗。不，我这还没动呢，给你挑回去一半呗。真能造，你真能吃啊！那你分点，那你必须得能吃啊。对，我有点说实话，我还那酱汤有没有了？完了那个我就问一下，我说怎么半天没上来呢？就没上来的话，再上一份呗。再来一份啊！哎呀，反正也吃了，你信我，咱吃饱。那啥，反正也吃了。那这个上。那再给我来一碗大冷面吗？哎，记住啊，咸口的啊，咸口的。你看事还不少，你这可算是有人结账了，你这家伙。不是，他得吃饱。他要自己花钱，他也就吃一碗。我告诉你，你这都不带点的，你这都不带点的。你说那对，我肯定不点，你肯定不点这是。来了，是咸口的哈，这个可以撤了。哎，筷子给我留下，还对，掏过来。哎呦我天，他不是逞强，他真能造，我都服他。你说就是一般小伙都干不过他，我姐还给他扒拉半碗呢，还捡半碗。哎，我又来一碗，干3碗。你呀，丧良心呐，哪有这么干的你？大哥饭量真的好，啊，是能吃到是行，发现这个它挺凉的。我真能吃，我冬天家我喝啤酒、喝饮料、喝矿泉水都得是冰镇的。那你这胃是相当不错。没事，啥事没有，身体老好了。是不是？你看我今年37，我感觉我都活不过他。可别这么说。我真的，连跑带颠的，哎呀，这玩意儿全在心态最主要。心态一好，肯定就是少得病。真的是那2个字，放下，放下。这心里话，我认为人的一生福报是有限的。中国人讲60亿甲子，就是你60岁以后，我可以享点福了，因为你已经奋斗一生了。这时候，如果你有条件，你可以享福；说没条件，你还得干。你不得人不得面对现实吗？我只是说你做的很成功的时候，因为有很多人就是中年的时候就非常辉煌，那时候他开始身边一帮人，那你就妥了，老有派头子，走到哪儿，完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不行了。所以说人得要沉淀一下，当你最行的时候，当你达到巅峰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把自己就是什么叫低调做人，就是说白了，不忘初心，我就什么样就完了。哎，你信不？他们肯定没咱吃的好。咱必须得吃好吃的呀，到时候放的时候让看看咱吃的是啥。海参鲍鱼。对呀。Hello， 附近有好饭店吗？想吃什么呀？咱进屋看看来。我这是理发的地方，咱看看呗。理发的地方干啥呀？看一看。你们2个是闺蜜吗？是。啊，你们认识几年了1年多。如果你们认识5年以上，我可以请你们吃顿饭，我们2个请你俩吃饭。认识几年了？10年了。10年了。10年了。你们是在天上认识的，天上一日，地上10年呢。不好意思，我们要找一个认识5年之上的。那走吧。你们都是好朋友吗？刚认识3天。3天啊？那你俩认识多少年了，妹妹？认识3天。你多少年呢？那就4年。哪有能认识5年以上的？一般的不都得掰了5年？哎，烤肉店可以啊，烤肉店，客人多不多？他问问呗。Hello， 哎 ，Hello， 哎，这桌能行。那个
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3年吧。怎么了 ？Hello， 我问一下呗，你俩认识几年了？3年了。3年了，这怎么都3年呢？怎么？你好。你好。你们认识几年了？20年。哇啊哇！来，听我说，听我说，来，听我说，听我说，咱这么的呗。您看一下，我们有个你看一下你就懂了。完了，什么？各。咱们汉语不是那么太溜，可能有语言。没事，就我们比划也行，就是反正就是想跟你们吃顿饭，让你们请客，可不可以啊？可以。放心，我们两个饭量一般。咱来10盘吧，肉啥来10盘来。什么？来10盘能舍得不？没事，你吃就行。吃就行了。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俩都你叫什么名字？崔美娜。崔美娜。您呢？崔美兰，你俩是亲戚是吧？亲人？不是。哦。我们是初中同学。多吃点。哎呦，你吃啊，赶紧吃啊！我对啊，别不好意思，没事。他平时就是运动，所以今天头一次这么放开的吃，然后正好碰到你们了，他就不敢吃了。现在又啊，你是平常运动？他刚开始减肥。很少吃外餐，然后今天头一次回来就碰到你们了。缘分，你相信这也是缘分。其实我们，这真的是缘分。这个好吃，他家特厚啊，这个还得蘸一点辣根儿啊，放肉上啊，然后用这个包着吃，好。尝一尝这个蘸辣根的烤肉，我第一次吃。肉的那种美滋味润在你的口中，融化开来。然后刚要腻的时候，哎，你还咬到了树枝叶，又解了腻，然后你又咬到了蒜瓣，又那种香味浑然一体，再加上这个他们特制的酱，哇！哎，这个啥呀？这是面还是鱿鱼？鱿鱼。这面应该是拌着一起吃更好。就这顿饭是咱们来3天之内吃的最好的，对，最有特色、最纯的一个。所以说，咱得敬人一杯。然后祝你们越来越漂亮，然后发财健康。谢谢。她正好还怀孕了。哇，谁呀？那个看不出来啊。那是提前恭喜啊，恭喜啊！你的老公叫什么名？姓什么？姓郑。啊，也是朝鲜族是吧？姓郑。那我可以给你小宝宝起个名字吗？叫正好。正好。哎，正好，小宝宝叫正好怎么样？那真正好。我们加个微信吧，等你们去沈阳了，你跟我发微信，我请你们吃饭，对吧？到时候呢，我带着小正好去吧。小正好，看我备注的行不？备注的什么呀？正好妈妈。哦，正好妈妈。如果没碰着5年以上的话，对他吃不着，对，不容易碰到。还有一对林更新他们是，40人以上的人，他们得跟40人以上吃饭。哦，我得讲上哪儿吃找啊？无助，在寒风里无助可怜。哎，王丽啊，我刚才我也问了酒店过生日的这个点儿，人都撤席了。你说太对了，你告诉我，你现在你的饭店里有多少人？咱家自己家人加上咱家这帮司机、服务员乱七八糟的啊，20个。行，好，咱俩再磨叽一会儿啊。走，现在1点了，走，出发。哎呀，我的妈呀，这节目组也太坑了。来，我给导演打电话，问怎么出的这个条件的40人？你要是咱请吃饭，人家还能来。对，你蹭人吃饭还得40人的饭局，哪有啊？导演，那个你刚才这个宣布规则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请客是吧？啊，那你自己掏钱，不要让节目组掏钱就行啊。好嘞，明白了。好，拜拜啊。那就真的吧。你要说可以花钱请客，那就去你哥们的店摇人吧。
2位、3位，我哥就不爱放弃这一点，值得我学习。来，进。不没到点儿呢吗？到点儿了吗？我们得从辽宁调人呢。这样，告诉咱家服务员，全换上那个正常的衣服，或者把那个外边那个外套脱掉，就坐这儿，别说话就行了。但这点小任务，就对于我来说，啊，你去出去找人去吧。我找人去啊？对呀。我找谁呀？找路人呢。你够40个。哎呀，去呀，走。哎呀，你说这点儿找谁吃饭？你让我真没干过这事儿，上大马路上让人吃饭去。大哥，走啊，用餐免费的，来呀！衡量好喝不上头，这个醒酿好酒，天成地贵客，高也笑，比传统工艺无法酿造，味道纯正，口味柔和。我上楼了，别拍了，上楼吧。不口干，不闷头，上楼吧。老百姓放心。哎呀，啊，你找40人啊？你找这，你下楼瞅一眼，你看能找谁？只剩半小时了，咱还能凑上40人吧？